很多人一听少阳，脑子里马上会跳出四个字：半表半里。这四个字当然重要，但它更像一张位置草图。它告诉我们，问题不完全在表，也不完全在里。可如果只停在这里，最关键的问题仍然没有回答。少阳到底在做什么？它为什么会让寒和热交替出现？为什么会胸胁苦满？为什么不想吃饭？又会恶心甚至呕吐？嘿，你好，我轩有成，好久不见，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伤寒论少阳病的代表性条文写道：往来寒热，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饮食，心烦喜呕。历代医家通常把这组现象解释为邪在少阳，枢机不利。吴锡树老师也常用半表半里说明他所处的位置和进退特点，这是传统解释层，他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经验框架。但枢机究竟如何拆开，仍然可以继续追问。在轩有成功能变量模型里，我把少阳翻译成一套枢纽调度系统，还是用智能大楼来理解。太阳像门窗和外层交换系统，阳明像内部处理和清运系统，太阴负责水液的进废分离，少阴提供基础能量和物资。可这些东西怎样从一个区域送到另一个区域？哪条路线先走？什么时候送到？送多少？方向错了怎么办？这就是少阳要处理的问题。所以少阳不是一条固定的走廊，而是贯穿全楼的配送网络和调度枢纽。为了描述它，我使用4个核心变量。第一个变量是 FL， 也就是转运通量。通量问的是单位时间里真正有多少物资通过枢纽。通量不足，下游拿不到需要的水液、能量或营养；通量过大，下游又可能一时处理不及。注意，通量不是有或没有这么简单，它更接近单位时间内通过了多少。第二个变量是 DIR， 也就是转运方向。本来应该向下、向外或者送往目标区域的东西，如果发生方向逆转，就会出现上逆的信号。传统所说的喜呕，在模型里可以被记录为方向异常的后旋传感器之一。但我要特别强调，恶心和呕吐并不自动等于 DIR 的异常。阳明内部压力、太阴水饮、少阴功能不足，甚至其他系统的冲突，都可能造成类似的现象。少阳 DIR 只能在伴随少阳层证据时进入判断，不能看见一个呕字就强行归经。第三个变量是 L， 也就是转运时制。时制问的是从调度指令发出到物资真正的送达，中间耽搁了多久。假设外层一时需要更多能量，指令已经发出，供应却迟迟不到，等需求过去，物资又突然送达，系统就可能出现一会儿供应不足，一会儿又供应过头的错配。在我的模型里，往来寒热可以尝试用这种实质和供需错配来翻译。第4个变量是 C， 也就是管道畅通度。当配送路径受阻，物质通过变得困难，就可能出现胀、满、牵扯不出等信号。胸胁苦满在这里不再是一个部位词，而可以被理解为枢纽通道受阻的候选证据。现在再回头看那句原文，往来寒热可以提示调度实质和供需错配，胸胁苦满可以提示通道不畅，不欲饮食说明调度问题影响内部处理，喜呕则需要检查方向是否逆转。同一条条文从传统的少阳枢机不利被展开成了4个可以分别讨论的问题：送多少？往哪里送？多久送到？路通不通？这就是功能变量模型的价值。它不急着把所有现象压回一个词，而是把一个大词拆成若干可检查的运行参数。不过
拆成变量之后，还有2个常见误区。第一个误区是把4个变量当成4个症状一一的对应表。现实不是往来寒热等于少阳 L 加2，胸胁满等于少阳 C 减2这么整齐。一个现象可以同时受到多个变量的影响，一个变量也会通过不同现象被观察到。变量是解释坐标，不是机械的算命尺。第二个误区是把少阳理解成凡是复杂、反复、时好时坏都归少阳。反复只能提示我们检查调度问题，却不能替代证据。真正进入少阳系统，至少要看是否出现枢纽层的层组信号，时间上的往来和延迟，空间上的胸胁或者是通路不畅，方向上的上力，以及与其他系统之间的转运失配。如果这些证据没有形成组合，只有一个孤立症状，模型应当降低置信度，而不是为了给出答案而强行归类。实际做文本标注时，4个变量还有一个先后顺序，先问方向有没有倒转，因为方向错误最容易造成明显上力，再问道路是否受阻，区分送错方向还是根本过不去，然后检查实质，判断问题是否有周期和延迟，最后再看通量，确认下流到底拿到了多少。例如同样是不育饮食，如果主要是来自阳明内部压力，就不需要硬说少阳的通量不足。同样是寒热交替，如果时间节律与调度证据并不一致，也不能只凭形式相似锁定少阳 L。 变量越多，越需要排除路径，而不是越容易给出答案。这里也正好把4种知识身份再说清楚：往来寒热、胸胁苦满、默默不育饮食、心烦喜呕属于经典条文，半表半里、枢机不利属于传统解释语言，少阳 FL、少阳 DIR、少阳 L、少阳 C 属于轩辕功能变量模型的翻译语言。往来寒热可能与调度实质和供需错配有关，属于有待检验的模型假设。那么怎么检验这套翻译有没有价值？至少要看3点。第一，它能不能解释同样是呕吐，为什么有的向少阳方向逆转，有的更像太阴的水月上逆，有的却像是阳明内部压力升高。第二，它能不能解释同样是胸胁不舒，为什么有的是短暂的调度延迟，有的却出现持续固定越来越实质化的堵塞。第三，当新证据与少阳解释冲突时，模型能不能主动退回，而不是继续找理由维护原判断。如果做不到这3点，那么4个变量只是换了一套术语。如果能够做到，它才可能成为 AI 解读伤寒论时更清晰的中间语言。所以这一集只需要记住一句话：少阳不是一个模糊的中间地带，而是一套关于通量、方向、实质和通畅度的调度问题。下一集我们进入太阴。少阳问的是东西怎么送，太阴呢问的是送来的水液究竟是怎样分成可以使用的净水和必须排出的废水。我是轩辕有成，下期再见。